欢迎来新闻大白话，我是龙泽。再看到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是不是下台在倒数当中因为今天南韩第2度投票要弹劾尹锡悦，现在20万人在国会外面要施压这个力量。看看这个照片非常多人都在国会外面举着一个韩国的国旗，要尹锡悦下台。那韩国国会呢，将在台湾时间下午3点，也就是现在的此时此刻正在投票要弹劾总统尹锡悦。预计会有20万人在国会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呢来示威，来通过弹劾案。但是会不会通过呢？可能要看待会开票情形的。那韩国国会呢下午表决弹劾传出尹锡悦他现在人在哪里？他闭门不出待在官邸里面幕僚也通通都不讲话。你问他说尹锡悦人在哪里，他不会跟你讲的，人都直接消失了。那如果今天的弹劾案通过的话，尹锡悦的职务将立刻停止。那根据了解呢，他已经在准备后续的弹劾审判的相关资料了，可能自己觉得大事不妙了。好，那现在2度弹劾尹锡悦也有渴望过关，传出执政党至少10人开始倒戈了。韩国媒体就分析了，投下赞成票的国民力量议员数恐怕有将近10人那党内会陷入严重的分裂情况。那对尹锡悦来说，他当然不想走嘛，我还没有要走。他说不死心，想要赌翻盘，向韩国国会提大法官的任命案。怎么说呢？尹锡悦将继续实行他的总统职权，向国会提出大法官这个马庸州的这个任命案。提案的理由是说，随着大法官任期结束必须提出下一个接班人选，因此必须由国会同意。然而这样的作为被疑似想要再赌一把，看能不能要通过这个逃过这个下台的命运看得出来尹锡悦还有在为自己可能翻身来做些准备。但是尹锡悦的荒谬现在引发了南韩的民怨非常沸腾，非常炸锅。枪杀执政党的党魁韩东勋他曝出尹锡悦的暗杀计划，引诱美军来炮击北韩。现在就有韩国的媒体人透露说，他接获爆料说，内容指出说尹锡悦打算启动暗杀小组，在逮捕过程当中呢，直接枪杀韩东勋。这个看起来是说的好像煞有其事了一样，蛮可怕的。好，那现在韩国的警察厅长呢也曝出尹锡悦6度致电下令逮捕国会议员这个赵志浩就说，韩国警察的警察厅他就说，尹锡悦人的指示他们要全部抓起来，而且他们违反戒严法，要把他们全部捕获。那其次呢是单方面下达指示之后呢又挂电话。那他未有将那个电话录音他认为尹锡悦指示的荒诞无稽，而且并没有向参谋传达，也没有向听从他的旨意。那尹锡悦现在因为人设整个大崩坏嘛，过去的他的一些劣迹也被爆出来，甚至他说他上班爱迟到了。尖峰时段派空车假装出门，还假装出门让警民叫苦连天。大家知道，如果总统要出去的时候，那个警察一定是要开道了。所以呢，你假装出门的时候呢，因为造成很大的民怨嘛，所以造成民众相当的困扰。那现在呢，2度弹劾的表决前夕南韩各地爆出倒尹锡悦的示威潮因为现在大家天气非常寒冷，顶着摄氏0度以下的这个低温民众走上广场跟街道，挥舞着色彩缤纷的加油棒，点燃蜡烛，拿着标语要尹锡悦下台，甚至还有人哭手像这样子把尹锡悦关起来的画面，这样的气球这样的情况，甚至他们的韩国的当地的主播跟记者也穿黑衣服来抗议在引发了民主危机。那现在连大学生都开始集会呼吁要弹劾尹锡悦，所以3个方式来逼着尹锡悦，你自己要不然自己下台算了。好，那现在呢，如果韩国现在面临这样危机的话，会不会美日韩的抗中铁三角现在也缺了一角？因为川普严拟邀请安倍晋三的遗孀访美，希望也能够延续美日的亲密外交关系希望能够邀请这个安倍昭惠来够访美。好，那这样的情形呢，有没有能够成真呢？现在也被打上个问号，因为现在美国智库也说这个戒严震撼是对美韩联盟是最坏的开局，对川普来说是最坏的开局，因为川普2.0即将上任了，但是戒严事件对美韩联盟来说是最坏的情境。那韩国的外交部呢，现在不甩尹锡悦的中国间谍论那陆方也表态了，这个是大陆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他说大陆外交部呢2度发表谈话，推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希望为韩方为此积极努力。那这样政局动荡之后呢，其实包括了南韩在印太地区的角色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南韩做的越少，日本的负担就越大。那如果南韩不相信这个
戴维营精神，他们将与美国的这个三边安全的关系很容易被逆转啊。那现在对美国的这种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霸凌企图呢，也会造成重大的打击。好，花回来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一次的2度弹劾案？现在目前还在开票当中，不知道还会过。那看起来这个民怨还是持续在沸腾当中。这次应该要过了吧？对，就如果再不过的话，我看南韩真的会暴动，是因为整个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前2天已经冲到他那个总统官邸去抗议了，对啊，然后现在就包围了国会。那如果国会还是像上次一样没有过的话，那我真的很难想象南韩民众会群情激愤到什么地步。那说真的，整个事情搞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尹锡悦一个人搞出来。可是看起来他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他还是想要求一线生机。他现在的想法其实就是因为南韩的宪法法院本来应该有9个大法官，但是10月的时候已经走了3个，就只剩6个了。只剩6个呢，这其中有一半是他提名的，所以他可能认为说这些人是不是会帮他一下，会保他了。对，然后呢，本来之前就因为朝野之间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新的大法官一直没有办法补上去，是，所以现在他们其实是冻结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冻结在6个人也可以直接选举出来，不用7个人，因为他们本来规定至少要有7个人。那现在就是那个尹锡悦还说，我再提1个给你，他想说我提了这个总会支持我吧？他想他有点天真的感觉。对啊，但是我必须讲，尹锡悦你都没有想过这件事吗？是，今天所有人矛头是针对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大法官投票反对弹劾你的话，让这个案子成不了的话，所有人就会针对这个法官哦。就是，对啊，他等于把火往自己身上。对，你确定这个法官要去面对这么强大的民意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然后最近已经传出来越来越多的消息，包括可能一开始那个尹锡悦不是只想要抓韩东勋而已，根本就直接想把他干掉，然后。这些他本来是要把所有的在野党这些人全部都逮捕，那说真的，这是很瞎的一件事情。他完全忘记了南韩是民主国家，而且你忘记了你国内有个最大的大魔王叫美军在那边呢，你怎么会认为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呢？你还想引诱美军去跟北韩开战？你疯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最近已经有报道在讲哦，已经有一些心理分析师看。尹锡悦最近，因为他最近有出来道歉那个面向，说他是不是精神状况已经出问题，已经开始身心灵可能怪怪的。对，所以才会做出这么多。因为在民主国家，你做这种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啊！你自己都没有想到你会面临到什么后果吗？是，你以为你一个人就可以只手遮天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到极点。所以我认为南韩这个局面，美国也希望他要赶快结束掉。你再让尹锡悦这样瞎搞下去，真的不知道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那对川普来讲，他当然更希望，是因为他1月20号就要上任了，他总不会希望看到1月20号他上任，南韩还在这边乱搞吧？他绝对不会希望看到这件事情。他当然希望在拜登任内就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是，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也会希望南韩这边赶快整个乱局就停止下来，尹锡悦就赶快去接受调查，甚至被抓进去关嘛。这个对美国来讲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可是美国本来寄望的是不是那个美日韩3国同盟来对抗中国大陆，可是现在看起来石破茂已经是一个岌岌可危的状态，然后南韩又乱成这个样子，我看美日韩同盟大概短时间之内很难再起来了。是，好，大家看这个画面了，现在这个画面就是现场韩国正在投票的一个情形了。那稍待一会有最新画面或者最新消息呢，随时会跟大家来做播报。好，那请教一下李教授，怎么看现在尹锡悦的这些情形呢？对啊，我们看到其实尹锡悦目前来讲就是负隅顽抗。而且我们看到他，其实，在12月7号他第一次公开露面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印象深不深，他基本上姿态是比较低的，他是在做解释为什么要去搞什么戒严令，但是他说我不会有2次戒严，他解释，然后基本上还有道歉，但是他说我不下台，那是12月7号。可是12月12号双12 2天之前，他的那个电视上讲话是非常的强硬，基本上就是大言不惭，态度转变了，非常强势。而且他不只是在解释为什么要下戒严令，很多地方他的谈话是细思极恐。他说：“好，我只动用300位军人，如果真的要做什么大事的话，我就要动用上万名。我只要借由这个事件让大家知道，说我国家面临到的困境，基本上。”代表说他基本没有任何的民主素养，他虽然是学法出身、检察官出身，可是有时候我们常讲，国家领导人对民主的这种信念，其实是
迈向民主跟独裁，就是一念之间，一线之隔。尹锡悦完全没有基本的一个反省，非常非常的清楚。意思是说我情有可原。再加上这几天有更多韩国媒体的一些消息出来，大家可以发现他是如何去下指令的。他可以对警察首长打好几次电话，要他做什么？去抓国会的反对派领袖，包括执政党领袖，禁止国会投票。光是这一点，其实他已经违背宪政最基本精神。因为宪法第77条的确说，总统是有权利可以下达戒严令的。但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我下达这戒严令，就像是我的外交权利一样，跟总统的赦免权一样。这不可能，不应该把它视为是被弹劾的这个议题之一。他是这样看待所谓的戒严令。在他而言，戒严令等同于是我赦免某个人。我今天要跟他的行政命令，我的外交权利，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思议。那宪法第47条是总统，你当然可以下戒严令，可是你要有你足够的正当性啊，你要按照程序来啊。国会应该要投票进行表决来为你背书，还是把你的戒严令推翻？可是他的做法其实蛮夸张的，他是基本上不让国会开会，哪怕只是派300人，基本上你还逮捕。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非常离谱。对于美国而言，当然这事情必须得赶快落幕，否则是不符合美国在整个地区里面战略利益。美国就是要抓南韩，要抓日本，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内的局势，美国才有办法去做它整体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在整个印太地区。那这个是美国最不乐见的状况，美国后面应该会有压力。我们看到那个画面镁光灯持续在闪当中，代表很多人在关注这件事情呢。像连国际上都很关注这次韩国第2次的弹劾投票到底结果会是如何。好，请教一下吕舰长，因为像说谈到这个东西的话，美国、日本、韩国的铁三角可能会缺一个，有这样的可能吗？可能不只缺一个，可能只剩美国一个。那我们来看啊，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投票状况啊。那如果说我们来看实际的状况的话，也就是在野党192席，除了共同民主党的175席之外，加上无党派以及进步党的加起来一共17席，也就是现在这样子加起来啊，那其实呢还不到说直接可以罢免的票数，所以需要执政党，也就是国民力量党的部分人士能够去投这个弹劾尹锡悦的状况，看有没有人跑票？对，其实看起来应该是会有。对，但是啊，我们来看啊，为什么刚刚啊，大家都说这个尹锡悦一定要下台啊？因为啊，这一次的这一个有关于戒严啊，他所设定的这个状况啊，比韩剧还夸张啊。他说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说，把这一些议员通通抓起来，然后抓起来之后呢，他讲的不是要去射杀这个共同民主党的党主席，而是要去杀他自己的那个，也就是国民力量党的党主席。然后呢，他要把这个嫁祸给北韩呐。那嫁祸给北韩，那他怎么嫁祸？他先把那个北韩的制服啊，先藏好，然后由特定的人士换上啊，这样也可以通。对他，所以说这个是完全比这个韩剧啊还要夸张，还要离谱。他在演《爱的迫降》吧？对。那他这样做啊，只会让大家觉得啊他的无能，然后你哪怕啊你说你要戒严，也要说出一套办法来嘛，原因出来嘛。那他讲说，他在12号的时候，就是第2次的他进行全国民的这一个谈话的时候，他讲到说，他认为啊，过去2年啊，在野党并不承认国民选出来的总统，而不停的推动总统下台与弹劾啊，那是你自己做不好啊，你是不是过度亲美？你是不是过度亲日？那是不是跟主流意见不同呢？那所以大家当然想要罢免你，因为你当初你胜选总统不到1%，那也就是在边缘线上
不小心，然后让你当选了，结果你做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现在用这个方法，还用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在釜山有人去那个拍照啊，照了这个美军的航空母舰以及南韩的军事设施，美国的航空母舰拍照的人可多了嘞，才不会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那至于南韩的军事设施啊，那我们必须这样讲啊，也就是你要想一想你的主角设施做得够不够啊？那你有没有进行宣导嘞？那就像如果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那个围墙上面都有相关的就是要塞堡垒的相关规定，告诉你不能拍。那韩国你如果没有的话，你让人家有这种误会，那自己的无能，然后结果搞出来了戒严，现在不罢免不弹劾，那要弹劾谁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龙泽。再看到现在那个川普即将上台了，他邀请习近平，向习近平拒绝上川普的舞台。那 CNN 就报道，为什么中国大陆为何会已读不回呢？川普邀习近平就职观礼的重大盘算，现在曝光了。CNN 报道说，川普早在11月初的时候就邀请习近平出席明年1月20号的就职典礼，想要把他第2次的就职典礼变成广受注目的全球声明，但习近平不会配合演出。好，那联合报也显出一个分析新闻眼，他说川普第2任的惊喜开局不能没有北京怎么说呢？说川普选后忙个不停，一边放话加征中国大陆的商品关税，另一边呢又是说，一边邀请了之后呢，还邀请了这个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两者的情绪摆荡之激烈凸显川普心心念念的在什么？在第2任要能够有个惊喜的开局需要北京来扮演一个配角，所以难怪习近平不想去嘛，所以不想当你的配角。好，那 CNN 分析虽然习近平婉拒出席但是呢，川普的邀请动作其实还有其他的意义包括什么？展现川普对于2度执政运用的权力自信跟野心。那川普呢，打破了传统的邀约其实是泛太平洋的策略这场棋局里面的起手式，为川普政府2.0的立场来做定调。中时就写了说，川普就职中国大陆呢，你派韩正或是王毅来出席，或派这2个出席习近平不去的话，就可能派韩正或是王毅来出席。然后现在呢，会连大蒜也变成抗中的武器吗？这个中国大陆的大蒜是不是危害美国？现在中国大陆说，做梦都想不到这件事情因为美国日前通过了这个2025财政年度国防的授权法案其中就禁止美国的军营销售中国的大蒜，引发关注。那美国的参议员史考特还特别主张说，这个中国的大蒜构成了极大威胁。这个大蒜真的他觉得莫名其妙，到底关我们什么事情？好，那现在呢，中国大陆这边也说了，相信大蒜做梦都想不到，竟然可以对美国的生产产生巨大的威胁。而且奉劝美方一些政客多些理性，以免贻笑大方。那现在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美国有关的政客谎言谬论已经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嘲讽。好，那现在包括了这个美国的专家学者也提醒美国政府，中国会报复他们手上还有很多王牌美国像是铁了心吗？要升级中美的贸易争端吗？金融时报就提醒美国，如果美国继续升级了贸易争端的话，中国会拿出杀手锏。怎么说呢？说在美国实行新一轮的这个对华晶片的禁令之后，中方迅速反击对美国关键的产业造成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如果川普上来之后呢，将行动升级中方的报复行动有可能随之扩大，因为中国的手里还有很多张的王牌。这个是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所说的。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川普现在救马斯克能阻止不了中国吗？现在马斯克发威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个川普交接团队建议停止通报自动驾驶的车祸数据。为什么？因为现在呢，这个川普交接团队已经建议要停止要求车商通报自动驾驶的这个事故的数据，以削弱政府调查或监管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能力。那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向来反对这样通报的车祸数据，可是对比中国大陆的比亚迪现在加码布局智慧驾驶比亚迪旗下的公司
创新材料最近呢入股了这个公司的系统。卓越科技。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卓越科技主打是纯视觉的这些智慧驾驶方案。外界认为比亚迪这次入股卓越科技是加码布局一大措施，所以人家在加码，那特斯拉反而有点固步自封的感觉。那经济日报就写出说，今年大涨103%，电动车的黑马小米的股价逼近了历史高位，现在不止比亚迪，连小米也追上来了。这个是彭博的这个行业分析师他怎么说？他在一份报告写出说，小米的电动车业务可能会在2025年超过智慧型手机成为该公司主要的销售增长动力。所以原本在卖手机，像可能要卖电动车，可能还超越手机的一个销量。那现在可能也要进军海外。传出小米筹备海外销售团队现在你多地小量来试水温。那雷军呢曾达过。目标要达到全球的前5名。那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完成团队组建之后呢，小米会在海外多个地区进行小批量的汽车销售，展开出海业务的准备。那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就说争取2030年前在欧洲的销量，小米汽车目标是15到20年间成为全球前5名的品牌。好，先请教一下彬哥，彬哥怎么看这个川普邀请习近平，习近平没有去，那现在爆出了这个种种的一些策略方向，你怎么看呢？其实因为一开始就很多人不建议去了，因为觉得说川普就是故意要拿习近平来衬托自己，是，那甚至可能会让习近平去了，他可能当场宣布一些东西，让习近平下不了台，你知道，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很可能是个坑，怕一个设局对，所以就习近平自己就不会去参加。但是我的意见其实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我是习近平，我就去，一定去。对，为什么？因为这是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中国确实就是当世大国，跟美国是平起平坐，这是一个。是。那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如果川普真的故意在习近平来的时候发布一些让中国大陆下不了台或是故意在那边背刺的这些措施或者法令的话，其实这显示出来的是川普就是个鸡肠鸟肚人。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变得照妖镜。实际上丧失风度、丧失整个大国的样子的，是一个该有的气度是川普不是习近平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做这种像小屁孩做的事情，你就做，对啊，反而更能够显示出中国大陆的高度。那习近平就大大方方的去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当然，现在他们可能应该就决定是不会去，不想去陪川普玩这个游戏那只是我觉得美国现在抗中已经抗到有点无厘头了。你说哪一个议员提出来也就算，是现在居然国会真的通过了，大蒜也会危害美国，大蒜都问号了。他们已经禁止美军军营贩售中国大陆的大蒜，是怎样？美国军营头都是吸血鬼是吧？不然的话，为什么不能卖大蒜？我不懂。对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我都笑出来。对啊，我想不通这到底什么逻辑？吃大蒜怎么了吗？对啊，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思考。如果这个大蒜有毒，干嘛你应该禁止全美国贩售？是，对啊，为什么这个军营不能贩售？难道那个大蒜里头也有密录器，还是什么东西？是，然后吃下去之后，他就听到你肠道在干什么？是这样吗？我不知道这禁这到底什么意义，我搞不懂。然后现在当然，中美贸易战未来川普上台之后，我个人认为一定会继续升级。那只是升级到什么地步，其实这个还有待，就是看川普后续会采取什么行动。是，那川普现在还没有上任，把很多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夸张。那到底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如果真的按照川普所做的，我觉得倒霉的恐怕是美国，因为他等于跟全世界为敌。他真的要做这种事吗？我是很怀疑他真的会去这样做。我一直认为他只是在喊价，看你怎么还价而已。是，这是我个人的认为。那当然，川普有时候疯了，他真的会做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小米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是，当初他的车子上市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衰，因为你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领域嘛，对，突然之间这样投入，以前做手机、做家电的嘛，结果他居然一下子就卖得很好，而且看起来还要再扩充，雷军还真是不简单。好，请教一下李教授怎么看呢？对，我觉得川普希望邀请习近平我觉得重点当然还是在习近平，他应该有他的考量，因为中国大陆在办外交的时候还蛮重视这个面子的问题。是，假设在这个场合里面是双方沟通有一些出入，
而川普在这场景里面，在言语上占了一些中国大陆便宜，给中国穿小鞋，会，这些都是重大变数。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习近平的一些威信。那第二个是哈，我觉得由邀请习近平，我会看的地方是，这就是川普。川普大概对他而言没有固定的逻辑，或一定必须得遵守的原则，不按牌理出牌。他真的是弹性空间非常大，是。然后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点比较关键。因为回顾川普1.0，他的确是他比较愿意去尝试说，元首领导者的直接见面1对1，能够造成一个新的动力，改变一些既有的事实，不见一定成功，但可以试试看。是他2018年见金小胖、金正恩就是如此啊。6月份新加坡，这就是川普。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因为他既然已经在就职典礼会邀请习近平，那代表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在他任内再继续邀请习近平？如果我觉得中国大陆领导者去，应该就是国事访问的这个阶层，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到时候就要看习近平跟川普的阵营之间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些沟通，或怎么样的一些，因为这种出访一定是要经过好多的堆叠，对，非常周延的安排。川普1.0的时候，他第一个见的外国领导人是英国首相梅伊，2017年1月份，是第一次国事访问接待的外国贵宾是2018年4月份马克宏。我们之前都判断说这应该是重点，但现在想不到川普提早发动邀请。最后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关键还在一个重点，不是中国大陆领导人到美国，因为去年实现过了旧金山峰会。是川普有没有可能成为好多年以后第一位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美国领导者？去访问中国，也是一个美中关系重要的判断指标。即便我们知道非常严酷的竞争，因为上一次美国领导者去中国大陆访问就是川普1.0，2017年11月，是之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是好，请教一下舰长怎么看呢？我们看到这是美联社昨天在这个川普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的时候啊，那他的访问啊，他的访问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川普的这一种狡黠的面目啊。他说，有人说我啊这有点冒险。这里指的也就是说，邀请习近平主席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你看看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但我们喜欢冒险呐。”那也就是说，他到底怎么喜欢冒险呢？他是拿其他国家的元首来冒险吗？对，最近有一个，也就是第51州的加拿大州的州长布鲁道。他在11月28号立刻跑到了海湖庄园说：“哎，拜托，那个我们是有协议的，不要加征我们25%的关税。”他说没关系，那就加入美国变成51州，你就是加拿大州的州长。那这样怎么？他这种无厘头，他觉得很有趣啊，可是别人可不一定这么认为啊。那另外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加拿大他到现在他才想起来，原来你提高我的关税，我也可以提高关税来应对你啊。而且他提高了3项，第一个是铀，第二个是石油，第三个是有关于钾肥的部分啊。石油那不用讲了，因为美国自己现在都是原油输出国，因为他自己使用那个页岩油提炼啊。那第二个有关于这个我们刚刚讲铀的部分啊，铀的部分加拿大也不是第一啊，而且第二是谁啊？第二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可以卖美国啊，所以你加拿大你也神气不起来。但是钾肥这件事严重了，为什么？因为加拿大出产钾肥啊，在全世界的比重啊高达30%啊。那但是相对于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国家嘛，俄罗斯占20%，这第2名，第3名白俄罗斯占16%，完了。这2个国家，白俄罗斯跟俄罗斯，现在通通被美国制裁中，所以你买不到，你还非跟加拿大比，跟加拿大买。所以我们这样讲啊，按照他的这种路数啊，谁敢去参加嘞？就是不知道什么状况之下被抓来消遣一顿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个有关于这个自动驾驶回报的部分，这个恰恰好就是
我们之前讲到说武力分析的时候，这 Michael Porter 所提出来的武力分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相同产业的竞争者，人家是怎么进步的，你现在你不但不进步，你反而要掩盖自己的问题啊，那反而就会让未来的特斯拉创新力不足，而且在于其他的部分比不上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这恰恰好了，就会让那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越来越受欢迎，更不要说物美价廉。那现在在俄乌战场上，因为呢，川普已经讲了嘛，他上任之后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俄乌战。那两方其实都算在激战，特别是俄罗斯，哇，最近那个飞弹射的可凶的了，可以在这个时候传出他们的一个飞弹专家，竟然是被乌克兰给暗杀。好，就是这一位，他曾经任职于俄罗斯的一个火星设计局的软体部门负责人。好，可是问题是，你会问为什么是他？哦，原因是因为呢，他的同僚都认为就是他把那些 AI 技术放入了俄罗斯的无人机啊、飞机还有其他航天器，在这一次的战场当中，他们认为能够获得胜利，特别是在无人机的这一些智慧型的使用上面，他是个功不可没。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被暗杀了呢？目前呢，其实外国媒体的讲法是，战争打到哪里了？打到了乌东的战略重镇，好，就是红军城了。说现在呢，大概只有1.5公里，哇，昨天看3公里，现在又多了一半了哈，1.5公里。说特种部队呢是已经进到了这里面来，甚至呢，俄罗斯我们刚刚讲的一直在射飞弹导弹嘛，对不对？射了93枚的导弹之外，要打的就是他们的能源设施。好，因为现在冬天很冷嘛，那乌克兰当然它也不是完全的就傻傻给你打，它也有很多的拦截系统，然后呢也有 F-16战机，所以呢也有击落一些，但是不是只有飞弹而已，不是只有导弹而已。因为呢，俄罗斯还有无人机200多架直接飞过去，直接对它来进行袭击。那对于这一些的攻击，一个是军用设施，一个是能源设施。很简单，打军用的就是把你的这一些备用或者是你的这一些后勤补给给它打掉。另一个是什么？冷啊！现在乌克兰呢说温度已经是零下-8度，零下8度了，体感温度呢是零下12度。这个冬天如果真的能源都没了，要怎么熬呢？因为现在就在前线，你们可以看到了，真的是比较激动一点点，所以呢，波兰这边传出赶紧升空了北约战机，因为他也很担心子弹不长眼，会不会不小心打到了他们那边。好，另一件事情呢是北约的秘书长，也就是这个吕特，他强调了，目前他所感受的是，俄罗斯不是只有军备扩张而已，是还有中俄2个人都军备在扩张，而且他们2个不是一直在军演吗？哦，这个让大家都觉得很紧张，所以要求所有的成员保持战时心态。而且呢，北约到目前为止还在说他们愿意能够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德国、法国、英国他们的外长通通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如果听在了川普的耳里，他一定会觉得我不同意，因为他就直接的讲了。华尔街日报对他的访问当中呢，他就讲说，我绝不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原因是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战火不会停嘛。那我们美国身为北约的一份子，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提供支持，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参与。但要他加入北约，我直接告诉你，我不同意。那这样感觉就是踩了一个刹车了。其实从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说呢，在整个局势上面发展，不是只有俄乌战这里而已。原因是因为另一个中东战场现在以色列直接打进了叙利亚里面，那叙利亚里面有很多俄罗斯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以及呢他们有很多的战机都停在这里。现在说纷纷的都从叙利亚这边来撤出了，同时呢他们有 S-400的防空系统，先前因为跟叙利亚很好嘛，所以也给他用。那现在说也通通都要拆走。好，毕竟呢阿萨德已经离开，那俄罗斯现在呢不是只有放弃这一些的地，然后要把军备往后撤而已。它本来呢有一个塔尔图斯基地，还有空军基地，有海军基地，面对的都是在地中海岸的这一块。好，以前有这个基地是做什么用？因为呢，俄罗斯在这边嘛，那它这边有个基地的话，它要前进到北非这边呢，其实就会相对的
比较容易。那现在如果这边的完全撤出的话，那对于未来在俄罗斯北非这边或者是非洲这里的势力，可能就也会造成战略上面的影响。以色列这边呢，他们就已经讲好了，说他们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要控制叙利亚的要地。好，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呢，现在对于叙利亚来说，因为呢，以色列已经整个从戈兰高地冲下去，直接要到大马士革了。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黑门山，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攻到这里了，我没有要动，因为这边战略要地，我要给他守在这里，我就要在这里过冬，这边我要拿下来了。可问题是这样子，联合国有办法接受吗？所有的中东的这一些兄弟们有办法接受吗？而叙利亚呢也传出了说，有人呢他们就觉得说，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哈。HTS 呢，我也觉得说它有一点点像激进组织，不然啊，以色列进来了，我们两权相害取其轻，我们跟他们投降好了。那这样看来的话，叙利亚未来会不会又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就要请教一下将军了。原因是因为这一些的事情的事态发展，其实都会影响到未来整个战略上面、局势上面的布局。那首先，我们先从俄乌战来开始。这个飞弹专家说被乌克兰暗杀了。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用的都是传统武器，大的装甲部队，在俄乌战场上遭受到很严重的损失，大概被无人机击毁就是数千辆战车。所以俄罗斯的军武科技并不差的，所以一看到这个传统这样的钢铁洪流没办法解决俄乌战场的话，他就必须要研发其他的武器。所以说真果树啦。为什么暗杀这一个呢？因为俄罗斯现在最大的功能就是要把 AI 技术带到它的飞弹、无人机，在战场所有，把传统武器改装一下，就变成一个非常现代的武器。比如说，俄罗斯发展一种无人机啊，还会冬眠，它飞到人家敌人阵地后面，关掉，它在那里等，等它的它这样可以省电，它的电，因为无人机是用电池发动，等它感觉到附近有坦克车了，它就恢复了，然后它 AI 就开始自动攻击。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地雷，可是这个是个会飞的地雷，还会自己找目标的地雷，这就很恐怖了啊！所以这个 AI 技术是俄罗斯现在急起直追的一项东西，无人机也好，飞机也好，炸弹也好，都在往这边发展。你看很多传统炸弹，为了让它赋予新的生命，叫做飞翔的炸弹。这个炸弹可以用翅膀飞到飞机不要到敌人领空，它炸弹就过去了。所以他非要暗杀这一个 AI 的这个主持人，这样子来能够稍微遏阻俄罗斯武器的进步跟现代化。第二个，俄罗斯现在对付红军城，大家都很多观众都讶异，红军城很早就开始包围啦。对啊，30公里、10公里、8公里、7公里，为什么到现在拿不下来？还变成一个绞肉机。因为红军城啊，它是等于一个是核心阵地，它的部队不在核心城内，不是，它在外围跟那个梅花一样的，很多外围的据点，在这个据点以外又往外派出斥候部队啊。好，你俄罗斯开始攻击的时候，斥候部队马上可以觉察你是哪一路主攻，哪一路是助攻，然后这些梅花阵地的这个阵地呢，它是火网是编成的。什么叫火网编成呢？它碉堡跟碉堡之间用机枪啊，我掩护这个严老师的枪4口掩护我前面是水泥墙，你敌人打我打不到，但是我的折射呢 cover 他的折射呢 cover 我，然后用迫击炮或者是大型的迫击炮跟炮兵又掩护我这些外围据点的这个防护火网，所以打起来俄罗斯很吃力啊。是你对每一个外围据点，你都要面临敌人3重火网，又是平面射击的机枪火网、炮兵的火网跟这个取射炮兵的火网，所以这个地方战场叫绞肉机。但是乌克兰为什么要守住呢？你不守住红军城呢，后面是一马平川。那很快就发展到这个基辅啊，或者是这个其他重要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寸土必争。现在你看俄罗斯的攻击方法，就是说我要用 General Winter 东将军，就是我拼命打你的这个能源设施。现在战场上已经有冻死的，
这个状况就很严重了啊，吃不饱还冻死，因为连一顿热餐都吃不到。我们这个人的体能很快就消耗掉了，这个就跟那个中国大陆不是在那个什么岭啊，甘岭作战上甘岭啊一样，上甘岭。所以乌克兰的士兵是蛮艰苦的，穿不暖，吃不饱，弹药也没有。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俄罗斯希望在川普上台之前解决战争之前占取最大的战果，以利后面的谈判。所以他发展的攻势非常猛烈，又动员了10万的新军，这个新军拿来做第2线部队，那面前的所有的这老兵呢，又调到重要的战场。当然，俄罗斯吃亏的就是地中海的空军基地跟海军基地没有了。现在没了。我跟各位讲，战史上只要内陆丢掉了，沿海的港口跟沿海的机场都没办法守得住，它必须要撤。你记得吧？旅顺大连就是因为内陆被攻占以后，我们的这个海湾里的这个北洋舰队就完全垮掉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战场上都有它的规则可循，也有它的着眼所需。是，请教一下吴老师会怎么看？目前乌俄战争打到现在，我觉得双方也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呢。我们讲这种prolonged war 延续性战争，已经是非常的明显。那当然有情报指出，乌克兰大概损伤50万，战死的是8万了哈。那剩下的是包括伤亡哈，或者是在医院的哈。那全国人口大概是从战前的4200万啊降低到现在2900万，还在流失啊。那当然很多人是移民，有移民，有逃兵，有不见的哈。所以整体的乌克兰的我们讲综合国力，或者是我们讲传统的国力的人口部分在下降。那这一点是对一个在打长久型战争的国家是最吃力的，因为他们需要人。第一个，第二个是钱。美国在8月底又给了乌克兰新的一批弹药，包括防空导弹啊、高机动性火炮、海马斯、标枪啊，这最有名的标枪反坦克导弹，还有大量的反装甲导弹。那大概这个过去1年来给了3次4亿美金的援助哈，那不断想要赶快大礼包要送进去。问题是，拜登要卸任了，川普说我不再给了。那他是他的新的乌克兰代表，乌俄战争代表是那个80岁的退役中将说，跟这个乌克兰说你要停战，不然我不给你钱。然后他就跟俄罗斯讲，如果你不停战，我就给乌克兰很多钱。这他用两面的手法，川普想要用两面的手法让两边停战。问题是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停战的一个原则跟这个看法是怎么样。我在看，当然泽伦斯基也讲了说，要停战可以，我要加入北约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倒因回果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当初就是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那这个加入北约这个动作跟动机，让我们讲普丁感觉到我们讲这种 security dilemma。安全困境，你的安全就造成了我不安全嘛。这国际关系最基本原因，普丁他担心什么？他其实什么都不怕。普丁这个人他很强哈，但是他就觉得你的北约东扩一直来就是他的心腹大患。是，所以你北约如果真的进到乌克兰，那就是他当年不想让你做的事情。对。那当然，泽伦斯基也知道这一点，他说：“好，我现在乌东4省被你刮掉了，对不对？包括克里米亚，那我要拿一点东西回来，那你让我加入北约。”这个东西就是倒因为果，倒果为因，这个是有点谈不拢的。那当然，你要让泽伦斯基平白的失去4省，战前是2省对不对？对，你现在多2个，多4个，少了等于少了4块土地。克里米亚拿不回来嘛？对你这样的话，对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很难去跟他的选民交代的。那当然，我们讲不管是各国领导人你损失土地是很难交代，所以他们现在有一说我们要用这个谈判的方式，对不对？乌克兰占了这个库斯克地区。那多大啊？那总是0.005% 俄罗斯的土地。我再讲的是0.005% 俄罗斯的土地，他想要这个来做一个交换。那俄罗斯现在想急攻红军城，像刚才将军讲的，红军城是一个补给的重镇，对于乌东的这个地区，是红军城一旦失守，乌东的补给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他们两方就在这个地方进行最后的这个坚持哈。我觉得这个战事到明年可能会有一些曙光跟端倪啦，毕竟川普说他任内不要打仗了哈。那未来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再看下去。是，请教严老师会怎么看？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俄罗斯当然是现在占领了不少乌克兰的领土啊。刚刚这个吴老师提到这个，你说这个卢甘斯克也好，或者顿内斯克，但顿内斯克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包括红军城啊。所以你拿下红军城，大概顿内斯克
才能够完全掌握。卢甘斯克他现在是大概100%掌握，可是顿涅茨克他这个只有60%左右的土地，就表示说他的目标虽然说是我们说乌东四省啊，或者4个 oblast，那你还科尔松你也是只有60%左右啊，甚至在扎波罗热也只有7%左右，所以。当然，今天我觉得泽伦斯基还有一点筹码的原因，就是说你乌东地区你要的那个4个完整的，你还没拿到。那我现在拿到一些，那他会不会有机会能够让这个4个中间迫使俄罗斯放弃一个啊？都很尴尬。为什么？你今天赫尔松是最靠这个莫斯科靠北边一点嘛，你乌东2个。几乎就已经是了。那你说你要放弃这个泽波罗热的话，那个是接连到这个我们讲说克里米亚半岛连续的，你不能断掉。所以这4个，我想普丁都不会放弃。这可能也是未来就是要进行谈判最难的部分。你说交换土地，我们讲的我说我以前也上过节目也讲过，我研究欧洲这个过去16世纪、17世纪这些战争的历史，答案最后都是2个，一个就是回复到战争前面的状况，就是白打白打一场，就是俄罗斯今天交出来了，这个全部交，还有一个今天泽伦斯基会不会说回到2012年以前连那个克里米亚半岛也要？当然这不可能了。好，下面一个就是。按照你现在有的，不能再扩大了就是你现在拿了就再拿了，你也不能再进军，我也不会再有损失，我也不再进攻你再拿。那这个是不是包括这个在乌克兰在刚刚讲的0.005的土地，那就变成乌克兰的那这个大概也就所以我认为一定会有一些土地的交换就好像当年这个17世纪的。这个欧洲战争结束之后还有土地，还有最有意思的，我相信这个不会发生，就是你损失土地，竟然莫名其妙一个第3国也被赔进去了但我想波兰大概这一次大概不会在这个里头是。那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看俄罗斯为了乌克兰，甚至愿意放弃叙利亚的艇，就表示乌克兰对它的重要性。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你看叙利亚，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多重要，对俄罗斯有这么一个港口，以后俄罗斯要继续，如果它要在非洲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叙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地方。可是为了乌克兰，它可以这样的放弃，那会不会川普已经拿到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今天在叙利亚我都放了。你这边乌克兰这边我是绝对不会放的，所以你必须要妥协。我相信川普美国政府一定得到这个讯息，就是他以放弃叙利亚来交换他在乌克兰更有利的谈判。是好，其实呢，川普就任是1月20号，现在距离1月20号并没有太久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局势发展，大家都很在意。不过1月20号呢，川普已经讲了，我邀请那个我很欣赏的男人习近平来参加我的就职典礼。好，当然不可能习近平去嘛，所以大陆方面现在说了，韩正副主席对不对？或者是王毅外长之外呢，他其实也是所谓的国家级的人物，让他们2个人。可能是他们去了，因为呢，习近平去的话，哇，不可测的政治风险，还记得吧？当年2个人吃完饭之后，当时加拿大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而目前呢，其实在英国这一边，他们也传出说，我们也想要跟中方这边有多一些的交流。线下最新的是，外交大臣拉米已经在10月访中了，那首相施卡尔呢也已经确认，他们的财政大臣呢也要在明年出访中，人员大臣其实也要去了，大家就在说啦。其实到目前为止，川普要即将就任，大家都很担心，川普不知道会怎么跟我交手。那我就不能压单边了。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原本的特殊关系是不是现在还那么特殊？不知道，反正我都先搞好一点再来说。法国何不是这样呢？法国总统的外事顾问呢，目前是在中方这边来进行访问，跟王毅2个人进行中法的战略沟通。那港媒就讲啦，说其实这一切是什么？是马克宏明年想要来访问大陆。你就说啦，那这不是很常来耶当然呢，原因是因为呢，其实今年5月才来过，然后后来习近平不也去吗？两方之间就是希望什么？第一，欧洲安全问题，马克宏这边希望习近平可以帮帮忙；第二，
川普要就任了嘛，大家都希望在川普之外，是不是也能够跟中方有更多的对话？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讲，拜登在离任之前，他做了蛮多事情哈，包括先前呢，他们有持续公布一些这个制裁的方案，但是呢，这个事情他帮川普给定下来了，就是美中之前讲了很久的这个科技合作协定，到底续还是不续？12月13号说他们决定续，而且呢，他们要把这个效期延长到5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呢会觉得比较稳当一些些。原因是因为这个科技协定其实不是对中有利而已，对美国这边也有蛮重大的一些科技上面的影响。但是除此之外，那就不一定了。譬如说大蒜，你没想到吧？大蒜现在美国说要禁的，让毛宁讲话就很酸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有关政客的谎言谬论已经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群嘲。相信大蒜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对美国构成极大威胁。从无人机到起重机，从冰箱到大蒜。被美国扣上国家安全风险帽子的中国产品越来越多，但是美方所谓的证据和理由，哪一条能经得起检验呢？大蒜做梦都没想到，原来会威胁到美国。其实不是只有大蒜而已，现在还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的监视器龙头海康威视呢，现在说要停止跟新疆5个地方政府的合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方呢，他们其实也被这个美国这边列入了这个贸易的黑名单。那大家就开始在讲啦，这一些呢，其实基本上大家要开始做商议的在商言商，要为自己打算盘。只是如果说呢，双方一直是对对方的企业来出手的话，美国人提醒你了，不要以为川普只有你有牌啊。这一位经济学家罗奇讲的，我们不能说是人家只依赖我们，其实我们有很多是依赖人家的。甚至呢，他是这样讲，说中国手里有很多王牌，那他现在都不出手，你小心他等一下一次就是一个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接二连三。而且呢，川普现在讲对加拿大，他不是说你要不要来当我第51州啊？讲话很不客气。加拿大现在也要开始反击了，考虑要征出口税。你必须理解一件事情，加拿大呢，它地大嘛，那有很多的资源，包括了铀，包括了石油，包括了钾肥。其实呢，美国很多都是用他们的。那如果你要跟我算的这么真，大家不当兄弟的话，没关系，那就通通我们都要征出口税。然后呢，我们就不买你的酒了。那之后大家就来看嘛，看要怎么样的发展，到底是你比较亏还是我比较亏？好，加拿大感觉是来硬的，墨西哥不一样，好，上面跟下面的邻居做法不同。下面的邻居是说什么？哎呀，不要这样嘛，好谈呐。川普，你是不是很在意毒品还有偷渡？我来处理，我来处理。这些事情呢，交给我，我自己先来清一清，不劳您费心。不同的做法会不会引发了川普不同的对待？好，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要先讲乔帅家学，你怎么样来看？就战略上面的角度来讲，川普一直都出人意外，所以他邀请习近平来参加他就职典礼。这个大家都知道，川普我们中国话有句话，像个老番颠一样的，不按牌理出牌。其实他有他的商业的认为手段的。我到处放火，全世界的产业链可能会打断，贸易线也打断。那你要不要跟我谈？他是拿这个来要挟。其实啊，他不可能做到他讲的那么高的关税，只是放个话出来，你来跟我谈，这等于是无本生意啦。我先放一个吓住你，然后你再来。他会跟加拿大真的翻脸吗？不会。今天加拿大敢讲这个话，是因为加拿大底气比墨西哥足。对，加拿大资产比较多，是这个经济也比较好。墨西哥是没有的办法。墨西哥从当年加州了。德克萨斯州了都被美国抢去了，屁都不敢放一个，没办法嘛，你弱国。但是问题这个东西啊，他看起来好像在调戏习近平一样的，哎，我请你来，其实他在抬自己的身价。普丁也是我好朋友，习近平我们才谈得来。你知道他这个商人手段有多软吗？当年带着孙女跑到中国大陆唱《茉莉花》，你记得吧？对。商人是这样，我只要达到我牟利的目标，我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所以这个话，
让中国大陆很难接。中国大陆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国家嘛，是，那他怎么会说轻易的来呢？所以这个问题说，可能是韩正去，是，也可能是王毅去，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不会轻易动。但是中国大陆也不是没有准备。你现在看得出来，全世界都在抓来蛋，对，都在等，每个人都在买双保险，又跟美国示好，又要跟中国示好，所以这一场动乱呢，不是3下2下就能结束的，是要经过无限的谈判，互相的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利基。所以我前一节不是讲了吗？韩国也要跟中国去弄嘛，是，日本也在暗通款曲嘛，欧洲嘴巴叫得很凶，也在跟中国大陆在暗中在那里搞嘛，这个抛媚眼的说传话的传话。第二个，我们在讲刚刚那个严老师讲了一个韩国的问题，宪政条件的问题。你看啊，民主国家常常前4年后10年，那你前4年你还不敢乱贪污啊，你搞不好后4年你不能连任了。是，他这个5年就赌下去了嘛。这个是个体制上的一个缺陷了。所以我们讲很多问题不从根本上去找病根啊，你很难解决问题。那美国这样搞，只有川普闹了半天，他自己深受其害以后，他会慢慢刹车。但是他只有4年，对，我打破了，成了我是可以拿诺贝尔奖，调无核武战争，对不对？败了，后面总统你倒霉，你去收拾烂摊。他反正就是对美国这个所谓现实政府做一个大翻。是。好，其实呢，因为川普这也算是他第2次当美国总统了，所以放开手脚来做，而且只有4年而已，哇，想做什么可得抓紧时机。我们等等回来继续请专家点评。好，我们讲川普即将要就任了，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评断，请教吴老师。川普邀请习去参加就职典礼啊，当然史无前例啦。我们知道美国在1874年以来没有一个总统去参加，总统交接你叫别的总统坐在底下看，非常奇怪，非常奇怪。吃豆腐。对，但是其实川普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是这样子。刚才将军也讲了，我们叫这种叫交易型人格。交易型人格就是川普他认为他是商人，他一直觉得他是商人。商人是我重视个人关系，多于我的这些所谓智囊团，我这个国家的机器来做这个外交。他觉得我第一个，我跟你有关系，我可以做很多事情。金正恩、普丁、习近平在第一任的时期他都做了。对，我用我的关系，我可以做很多大国外交的事情。这是川普他第一个我们要讲的交易型人格，他就是认为自己做就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先礼后兵，我也讲了，这是他的先礼。来，我邀请你来，我们来，我在示范好意了，来我的就职典礼，大事情接下来就有后兵我等一下讲后兵。第二个是川普做的事是极端难以预测，简单讲就不按牌理出牌了他呢以什么自我为中心的团体决策思考，我们讲 group think 我们在国际关系外交决策里面有个叫 group think， 可是这 group think 不是你大家说了算，是我说了算，我叫你来，大家发表意见，我说了算。所以呢，我们从他看的他的现在的新的阁员佛州帮也好，铁杆帮也好，都是他的这些。他认为第2任他时间短，你不要有意见，就算有意见，我的意见为主。所以这一次他邀请习他的意见，没有人可以说不可以，是也没有人说你可以邀请习近平，没有，是他的意见这是第2个。第3个，我们知道说，我们讲的先礼跟后兵他接着就有后兵了。我叫你来，你不来没关系，我后面来，我们接下来谈生意。他第1任的时候跟中国进行13轮的谈判，在关税上面接下来我看还有很多东西要慢慢加注在中国的贸易上面，美中贸易上面。我觉得北京现在他们也知道，所以一定要做好任何的准备包括科技上面，科技战他们不是只有合作，这个拜登这合作前面都在竞争啦，限晶片这个晶片法案，禁美光，两边打来打去，这是竞争。对，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林老师帮我们总结。听有没有听到我的呼吁啊？但是我觉得当时大家一出来说习近平要被邀请去参加就职典礼，我说这第一个当然就不符合美国自己政治的传统，而且第2个说老实话，美国自己的副总统，他们说描述他的工作项目就是出席别的国家元首就职跟这个参加这个葬礼
那今天看起来大陆有可能会找韩正的话，那就是国家副主席就刚好符合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副手去参加就职典礼，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相对合理，非常合理的哦。那至于说你看加拿大跟墨西哥，就是你今天川普是不是要逼着所有的国家把我们的手上的工具，把我们手上所有能够做的事情都要拿出来，才能够免除这个关税啊？加拿大这个杜鲁道还被吃了豆腐，对不对？